美国总统拜登在金边出席美国与东盟峰会，双方宣布将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拜登形容这是双方迈出合作的关键一步，展现出美国对印太地区和东盟主导的地区架构的重视。峰会期间传出美国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赢得参议院的消息，拜登对这一结果感到非常满意。外界关注，在没有了中期选举的压力下，接下来2年，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否会发生改变？12号，拜登在柬埔寨金边出席美国东盟峰会时强调自己重视与东盟关系。他说，这是今年5月在华盛顿举行的特别峰会后，自己与东盟领导人的再次见面，也是自己任期内第3次参加美国东盟峰会。拜登说，这体现了美国对于东盟的重要性，以及对东盟中心地位的承诺。东盟中心地位指的是区内国家维护东盟权威的架构，而美国长期以霸权主义凌驾于东盟中心地位之上，遭到东盟国家的不满。拜登还宣布正式建立美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随即又拿所谓印太战略说事，称要与东盟国家一同应对气候变化到安全对话等全球重大事件，抵抗所谓基于规则秩序的重大威胁，并将印太地区建设成为一个自由、开放、繁荣、安全且具有韧性的地区。Over the last year, my administration has announced more than $250 million in new initiatives with ASEAN.And for 2023, I've requested $850 million in assistance for Southeast Asia. We're continuing to build on that progress, following through on our commitments. 说是希望用这种就是说小恩小惠的办法，再加上就是说是武力威慑的方式来推动东南亚国家的选边站。那么在中美战略竞争博弈之下，就是说是叫做破坏中国周边的这种安定和团结。那么这是美国就是说是从今年以来对东南亚外交持续发力的一个就是说是重要的原因。实际上，拿不出实际的牛肉是美国在东盟逐渐丧失人心的主要原因之一。吝啬是东盟国家舆论对美国的主要观感。例如，今年5月华盛顿举行的美国东盟特别峰会上，拜登仅宣布提供1.5亿美元的援助资金。最近，美国前陆军副参谋长杰克·基恩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承认，美国在乌克兰战场上投资了区660亿美元，就得到了一个跟俄罗斯开战的乌克兰。此言一出，美国舆论哗然，东盟舆论更加哗然。除了吝啬，即使是宣称重视东盟的拜登，在外人眼中看来也不乏傲慢之举。例如，刚刚提到的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原本是美国单方面宣布于3月举办，竟然没有事先知会东盟国家，这让几乎所有东盟国家都拒绝出席。最后会期拖延至5月，而在5月峰会召开时，拜登竟然以很忙为由，没有安排任何双边会见。东南亚舆论认为这不是应有的待客之道。世界卫视还注意到，近期亚洲国家接连举办东盟、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3场峰会，拜登罕见赴会，但却唯独漏掉泰国曼谷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给出的理由是孙女结婚。这种美国式借口令主办方泰国大为尴尬。除此之外，东盟国家也十分反感美国动辄要求选边站队和脱钩锻炼。实际上，中国和东盟是彼此的重要经贸伙伴和经济增长点。新加坡联合早报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东南亚长期在美国的外交战略中处于漂流状态，也就是边缘化的边缘，甚至得到的投入比非洲还要少。但今年1月1号，中国支持的东盟主导的 RCEP 生效之后，东盟忽然就成为了白宫眼中的香饽饽了。就总体上来说，东南亚国家还是比较的友华，或者说在全球的视野范围内，东南亚国家就是说在中美之间实际上更多的偏向了中国。那么现在来看呢，就是说是东南亚国家希望美国也能做出一些就积极的措施，来争取和帮助东南亚国家克服当前的这些困境。从现在来看呢，就是说是美国给出的，就是说是好处还是相当的，就是说是吝啬。东南亚国家也表现出了就是说是不满，尤其在印太经济框架之下，东南亚国家使得就是说是希望我们会积极的对接，但是希望美国做出更多的实质性的承诺和工作，而不是现在只是口惠而实不至的这些小恩小惠。好，相关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习近平主席将出席 G20 巴厘岛峰会，那您怎么看待这次峰会能取得怎样的成果呢？主持人好，习近平出席 G20 巴厘岛峰会，一呢是加强中国与主席国印尼的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呢结出更多的硕果，使得中国和印尼这2个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国家呢
能够在“一带一路”建设和民营共同体建设上呢，能够起到示范作用。二呢是配合主席国设定的 G20 峰会议程，在中美紧张关系、美西方飙升的通货膨胀、迫在眉睫的全球经济衰退威胁、迅速暖化的这个地球环境，以及呢俄乌军事冲突带来的粮食危机等方面呢，能有所实际的进展。其中呢，最重要的就是中美关系。印尼总统佐科说，他希望呢，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能够面对面的交谈，这对呢世界来说呢是非常的重要。特别希望呀，中美两国能够就如何帮助世界复苏呀达成协议。那么从某种角度看呢，这次 G20 巴厘岛峰会的主要看点就是中美元首会晤。如果中美两国能够达成一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够携手合作，尽可能的避免全球经济衰退，那么这次 G20 峰会呢，就可以说是成果圆满。中方呢已经表态，中国式现代化要走合作共赢道路，要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把开放的门户呢开得更大。这其中呢就包括与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合作。但是美国呢就不一样了，为了霸权呢不惜的破坏国际法，把已经糊里糊涂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呢分裂成不同的阵营，以冷战思维来看待已经变化了的世界。所以啊，这令中美元首会晤就要看美方怎样对待中国、对待东南亚和世界。从美国政府官员的对话立场来看呢，有的呢看到了问题的本质，认为中美间的很多冲突呢实际上是可以避免的。比如说这个美国呀对华加征关税，实际上呢增加了美国消费者的负担，是导致高通胀的原因之一。美国呢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摇摆，也加剧了台海紧张。没有中美合作，全球气候问题呢将寸步难行，拜登的气候政策呢也要失败。但是呢，也有鹰派的官员呢把中国呀作为战略对手要加以遏制，加上拜登政府呢出于2024年大选的这个选举需求，也可能呢会故意的搅乱中美关系。所以说呀，这个中美关系呢是极其复杂的。这次 G20 峰会上的中美元首会晤呢，可谓是举世瞩目，人们呢都期待啊能够传出点好消息，以中美合作为先导，引领世界呢面对新冠疫情后的全球经济衰退挑战。美国总统拜登参加东盟峰会后宣布，美国与东盟确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被看作是美国在东南亚加强与中国竞争的表现。那对此您怎么看呢？在中美元首 G20 峰会前呢，这个拜登啊在东盟峰会上宣布，美国要与东盟确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美国呀试图把中美地缘政治角力延伸到东南亚国家的表现。但是呢，中国去年11月已经与东盟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么可以说呀，这个拜登的宣布呢，不过是表明美国呢要紧跟中国的步伐，这个努力的拉平。再来看看拜登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呢，都包括哪些内容呢？没有新的策略，都是老生常谈，什么要共同的解决气候、卫生安全等重大问题。2023年呢，对东盟啊提供8.25亿美元的援助等等。但同时呢，中国总理李克强参加东盟峰会，也提出了很多切实有效的策略，比如比美国的说服力呢就强太多了。李克强说呀，中国与东盟是命运与共，休戚相关。这个选边站队呢，不应该是选择，开放合作才是克服共同挑战的必由之路。这等于呢，直接把美国呢给怼回去了。美国呢，分化东南亚的抓手就是南海争端，试图把呢与中国有争端的国家拉到美国一边，而中国呢，则高度评价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取得的积极进展。中国呢，能够与相关国家妥善处理好南海问题，等于呢，把美国见缝插针的那个缝啊给堵死了。那么在经贸合作领域啊，中国与东盟的成果呢，可以把美国与东盟的合作呀甩出几条街。疫情近3年来呢，中国东盟贸易是逆势增长，已经呢互为最大贸易伙伴。李克强进而提出要设立中国东盟共同发展专项贷款，加大疫后这个复苏的合作，并且支持东盟呢基建、能源项目的投资，提高这个通关效率，建设公共卫生科技合作中心，以及呢未来3年为东盟国家这个培训1000名数字人才。那么比较一下
中美两国呀对东盟的贡献，就知道呢中国是远胜过美国。所以说呀，美国呢要东南亚国家在中美间选边站，那是门都没有。好，谢谢陈斌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